太奶奶，太奶奶！外面传来了孩子们的叫喊声。战号琛他们人未到，声先到。很快，一班小家伙前前后后跑进来，最小的在最后面，就跟贝贝昨天追哥哥那样，着急的不行，边追着哥哥们跑边叫喊：“哥哥，哥哥，等等我！”叫多几声，眼看哥哥们没有停下来等他，战哲都带上哭腔了。听到最小的堂弟哭了，战景琛才停下来，扭身朝小堂弟招手：“老七，你快点，二哥等你。”战哲看到有哥哥等他了，他就不哭了，小跑过来：“二哥！”战景琛拉住战哲的手，说道：“走，咱们进去，太奶奶等着我们一起用早餐呢。大家都回来了，都不用老太太开口，他们每天自动自觉过来陪老太太吃饭。大家每天3餐都是在大房这里吃，战家一大家子和睦相处，平时在谁家里吃饭都是一样的。不过老太太一般都是住在中心主屋，大家便来中心主屋吃饭。兄弟俩进了屋，宝宝刚好下楼来，看到弟弟们都来了，宝宝立即小跑下来，海童都被儿子抛在了身后。先去用早餐，吃饱了休息一会儿才能出去玩。海童边下楼边叮嘱着儿子：“大伯娘，大伯娘。”孩子们看到海童，一个个都甜甜的打招呼，又向战英问好。海童走下来，先抱起了后面进来的战哲，笑问：“小哲也这么早起来了呀？你爸妈他们过来了吗？”白天玩疯了，晚上很早就睡了，早睡就早起，天刚亮就爬起来，吵着闹着要过来。我说哥哥妹妹没那么快起来，还不乐意呢，嘴巴翘得能挂上2斤猪肉。战宇夫妻俩进屋，武少奶奶笑着回答海童。海童笑道：“小孩子都是这样。”他放下了战哲，宝宝平时要上学，就叫不起来，放假在家里，有时候天没亮就爬起来了。以前我总说洋洋叫不起来，现在我儿子也是这样。真的不要说别人的孩子，因为自己的孩子也会那样。老太太看到曾孙们笑得那个欢快啊，搂着这个又搂抱那个，恨不得生出10几只手来，能同时拥抱他的世界。拥有这么多可爱的曾孙，他老人家就等于拥有了全世界。等到其他人都过来了，唐君业夫妻俩也起来了，大家才进餐厅用早餐。老太太坐在主位，看着儿孙满堂，她胃口特好，今天的早餐她都吃的比以往多。她还想再吃的，儿孙都不让她再吃，怕她撑着。餐后，孩子们在屋里玩玩具，也当作是休息。半个小时后，一班小家伙才被允许出去玩。一出屋门口，在宝宝的带领下，全都往儿童游乐场跑去，各自的保姆在后面跟着。今天是海童和杜雨萌去照看孩子们，完全交给保姆，他们是不太放心的。主要是小家伙闹矛盾时，保姆难调解他们的矛盾。各自的保姆都是偏向自己照顾的小少爷，所以就需要海童这些当妈的出面，也不用保姆们难做。与此同时，海玲夫妻俩带着一双儿女刚回到了陆家。从江城回来时，海玲一般都会先回婆家。她尊重陆东明，所以要先回婆家，跟公婆们见过面了，才会回到自己的小家，然后去游游山庄。妞妞、洋洋，陆太太一早就知道小儿子夫妻俩今天会回来，管家告诉她四少爷回来了。陆太太开心的像个孩子似的，从屋里出来，刚好看到洋洋抱着孙女下车，她开心的走下台阶，还没有走到，就伸长了双手要抱孙女。奶奶！妞妞奶声奶气的叫了一声奶奶。听着孙女那软糯的叫喊声，陆太太的心都化了，急走几步就从洋洋怀里抱过了小孙女。妞妞想奶奶吗？奶奶可想你了。陆太太在孙女的脸上亲了亲，笑问：奶奶？洋洋也亲切地叫陆太太。陆太太腾出一只手摸了摸洋洋的头，说道：洋洋回来的次数少了，久不见。洋洋又长高了，
就是有点瘦，要多吃点。海玲边下车边说道：“妈，洋洋吃的不少的，他现在是长身体，个子羞羞往上涨，人长得高了就显得瘦，其实他的体重达标低，很标准。洋洋是长高了不少。”海玲下车后又从车上拿下她带回来的各种补品。陆太太说海玲回自己家里不用那么客气的，你看看你，每次回来都是大包小包的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我和你爸2个人又吃不了多少，分给他们，他们也说家里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4个儿子都成家立室，有了自己的小家，平时没有跟他夫妻俩一起住，也就是逢年过节，孙辈们都放假在家才会聚一聚。陆东明是兄弟之中最迟结婚的，他结婚时，他最小的侄儿都10来岁了，大的侄儿女已经出来实习，而他亲生女儿才2岁大。之前他的大侄儿带着妞妞出去和朋友们聚会，别人还以为他大侄儿隐婚生女呢。海玲说道：“也没多少，几个哥哥那里都送一份过去，就不多的了。”陆东明是最后下车的，下车后他才想叫一声妈，却看到他亲妈乐滋滋地抱着孙女，拉着孙子叫着儿媳妇进屋了。陆东明这么久了，还是稀罕儿媳妇，连儿子都不要了。陆东明吐槽老母亲眼里只有儿媳妇，孙子女都忽略了他这个亲生儿子，他还得将车上余下的补品送进去。大厅里，陆太太抱着孙女坐在双人沙发上，管家早就准备好孩子们喜欢吃的各种零食。海玲坐在婆婆的对面，问道：“妈，爸不在家吗？”“还没有起来呢，知道你们今天回来，我是睡不着，早早就起来了，在院子里散步好几圈了，才等到你们回来。”陆太太又亲了亲孙女的小脸：“咱们妞妞是越来越可爱了，妞妞也是挑父母的长处来长，既像爸又像妈。”陆太太当初很担心小儿子连个亲生的孩子都没有，还好海玲接管了凤氏家族，为了给凤氏家族生个接班人，她生了2胎。虽说是个女儿，好歹是陆东明的亲骨肉，陆太太也心满意足了。陆太太夸过了妞妞，又夸赞洋洋，洋洋被她夸得不好意思了，红着脸说道：“奶奶，你别夸我了，我哪有奶奶说的那么好？”海玲也笑道：“妈，你是别夸他了，再夸下去，他的尾巴能翘到天上去。咱们家的孩子就是这么优秀，尾巴翘到天上去，那也是凭本事翘上去的，别人想翘还翘不起来呢。”海玲无奈地笑：“妈，你最应该夸的人是我，你的儿子，没有我，你哪来海玲这么好的儿媳妇？哪有妞妞这么可爱的孙女儿呀？哪有洋洋这么聪明懂事又俊俏的孙子？”陆东明拎着大包小包进来：“妈也不等等我接上你儿媳妇，孙儿女就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在外面搬东西。”陆东明将带回来的东西放在茶几和沙发上，茶几都放不下那么多东西。陆太太一副嫌弃的样子：“你有什么好夸赞的？我的孙儿女优秀，那是他们的妈妈优秀，可不是继承了你的。孩子我也有份的，自然也是继承了我的基因，也是我优秀。重死我了，拿这么多东西。”陆东明甩甩手臂。陆太太说：“谁叫你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？家里什么都不缺，我还想让你们从家里搬点东西过去呢。是你儿媳妇孝敬你们的。”陆太太笑着：“还是儿媳妇体贴孝顺呀，每次回来都给我们老人家买这样那样，让我们衣食无忧。亲妈，绝对的亲妈，双标的很。她买的，母亲就责怪她乱花钱，买那么多东西回来占地方。海玲买的，母亲就夸儿媳妇孝顺体贴，不想吃，母亲都会吃的，吃了还要四处炫耀，说这个儿媳妇买了什么好吃的给她，那个儿媳妇又买了什么。只要儿媳妇送她珠宝或者衣服，母亲又是四处炫耀。不得不说，如今的陆太太在管城是最幸福的婆婆了。
4个儿子都有本事，4个儿媳妇都孝顺他，他跟儿媳妇们都处得像母女一样。经历过陆东明车祸之事后，陆太太是彻底看开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她何必管那么多？只要儿子喜欢，只要儿子幸福就行。她看开了，不再插手管儿子的私事。她与几个儿媳妇的关系就越来越亲近了。果然是家和万事兴呀！如今不管是陆氏家族的祖业，还是他几个儿子的生意，就连儿媳妇们的生意都是风生水起的。海玲扑哧的笑，洋洋的脸更红了。这个奶奶对她是特别好，她知道这个奶奶对她特别好的原因，因为她不是陆家的孩子，奶奶担心她会多想，所以大家对她就特别好，免得她会生出其他想法。陆家的孩子有什么，她都有。陆爷爷和奶奶对她的好，是她亲生的爷爷奶奶比不了的。虽说亲生的爷爷奶奶现在对她好了很多，那是他们渐渐老了，她亲爸又不肯和后妈离婚，后妈还在坐牢，等后妈出来都老了，不可能再要孩子，她就是父亲唯一的孩子了，也是周家唯一的孙子，爷爷奶奶才开始珍惜她，也不敢再在她面前说那些叫她帮扶表兄弟的话了。姑姑偶尔还会说两嘴，只要爷爷奶奶听到了，都会骂姑姑一顿，后来姑姑也不敢再说。姑姑的3个孩子，洋洋现在基本上是不来往，大的那2个比他大了10岁的，如今他们已经成年了，表哥表姐都没有考上大学，读的大专，以后能不能找不到好工作还是个未知数。姑姑想的无非是希望他能在陆叔叔面前替表哥表姐说说好话，给他们安排一份工作，那样他们一毕业就有工作了，进入大集团工作，升职加薪的空间很大，或者是在小姨丈家里的公司安排一下，反正就是希望他能承包表姐表哥的工作。洋洋从来不答应姑姑提的请求，偶尔能遇到表哥表姐，大表哥会向他道歉，说当年不该打他，说他们是表兄弟，还很亲的。洋洋接受表哥的道歉，但其他的事情他是不给任何承诺的。他说他还是个孩子，做不了主。不管是战氏集团还是陆氏集团，对职员的要求都挺高的，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入这些大公司。工作呢，他的表哥表姐是什么货色，他心里清楚。别说姨丈和陆叔叔不会答应，就是他若有公司，也不会安排表哥表姐进他的公司上班，怕他们在公司里作威作福。大姑一家子是什么德性，洋洋清楚得很。他本来就心智早熟，现在都这么大了，懂得更多了。他都上初中了，可不是当初才上幼儿园的3岁小孩子。表哥表姐若有本事的，自己凭本事进去，反正他不会给他们开后门的，他也没有那个权利给他们开后门。不管战氏集团还是陆氏集团，都不是他的公司。他以后若是不够优秀，就是他都进不了那几家大集团呢。所以凭自己的真本事，有真本事的，去哪里上班都能有机会升职加薪。没本事的，就算走后门，也会被炒鱿鱼。你们什么时候去游游山庄？陆太太关心地问。知道儿媳妇回来是想和妹妹聚一聚，现在放暑假中，孩子们都放假，大家聚在一起也热闹。傍晚过去吃饭，爸妈一起吧。海玲邀请公婆一起去。陆太太笑道，不用你叫我，我和你爸也会跟着你们过去的。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过你们战奶奶了，她老人家应该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战奶奶身子骨还算硬了，就是毕竟年事高了，一些老人家会有的毛病，她老人家也有了，好在有家庭医生，时刻关注着她老人家的健康，程医生也会定期过来帮她老人家检查一番。海玲说道，希望她老人家能够长命100岁，像我费老爷爷那样能活1个世纪也很好呀。她觉得她能活到80岁都知足了，不奢求长命100岁。孩子们养大了，他们能够接班，独立生活了，她就能将生死看淡了。